大家好，我是Alden，今天和大家分享 RODET 远程桌面控制。它是由国内团队开发的开源软件，支持自建服务器。当然，它后期会推出自己的商业版。不过现在开源的版本的功能已经能够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了。如果你是基于安全或者是性能考虑，可以用它来替代类似于向日葵、ToDeck 这些远程桌面控制软件。接下来开始今天的分享。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麻烦大家订阅一下，谢谢大家。在开始之前，你需要准备一台云服务器以及一个已经解析到这台云服务器的域名。当然，域名是可选的，你也可以直接使用 IP， 不过建议大家使用域名。首先来部署服务端，我们打开 GitHub， 然后搜索 RODET， 点开第二个 RODET Server 这个仓库，这个仓库就是 RODET 服务端的源代码。你可以自己去手动去构建，也可以用它的提供的一个 Docker 镜像来运行。它下面这里也已经提供了 Docker 的一个运行命令。它下面这里还提供了一个 Docker Compose 的一个容器编排模板。我今天会用 Docker Compose 和大家演示。如果你的服务器还没有安装 Docker 和 Docker Compose， 可以点击视频右上方的链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教程。为了照顾那些不太了解 Docker Compose 容器编排的朋友，我会详细的和大家讲一下这个配置文件。Networks 是网络的定义，这里的意思是定义一个名称为 RODET 干列的桥接网络。然后下面这个 internal 的意思是外部的，如果为 for 就代表这个网络不是外部的。当 Compose 启动的时候会先把这个网络给创建好，如果 Compose 结束，同样会把这个网络给销毁。如果为 true 的话，就代表这个网络是外部的，也就是你在 Compose 启动之前要在外部预先创建好这个网络，然后Compose 结束的话不会把这个网络给销毁。然后接下来 Service 就是容器服务的一个定义了，这里定义了两个服务，分别是 HBBS 和 HBBR。 我们先来看一下上面的 HBBS。HBBS 就是ID 服务器，它的作用主要是做这个 ID 的一个注册以及心跳服务的一个检测。然后这里定义一个容器的名称，也同样是 HBBS， 这个是可以自己去定义的。然后 Post 的话就是容器与数组机的一个端口映射，这里映射了4个端口。21115的作用是做这个 NAT 的检测的，21116的话就是做这个心跳检测以及这个 ID 注册以及这个 TCP 的一个连接的。然后21118是用来支持这个网页版的客户端的。接下来 Image 的话就是定义这个服务所使用的这个镜像。然后下面这个 command 就是这个容器启动时候执行的这个命令。然后下面这个 volume 就是这个数组机的一个数据目录的一个映射，这里意思是把这个配置文件当前目录这个 data 文件夹映射到容器里面的 root 目录。然后下面这个 networks 的话就是这里这个服务使用哪个网络，这里就是使用了上面所定义这个RODET 干列这个桥接网络。接下来这个 depends on 的话就是这个服务是依赖于这个 HBBR 这个服务的，也就是说这个服务是在 HBBS 服务是在 HBBR 服务启动之后才能启动的，因为它是依赖它的嘛。然后最后的话就是 restart 就是这个重启策略了，这里unless stop 的意思是容器会重新启动，但是它手动停止的话就不会重新启动了，这就是跟那个 always 的一个区别。你也可以指定为 always， 也就是无论任何情况它都会重新启动。然后接下来看一下 HBBR。HBBR 就是 RODET 一个中继服务，这里也同样就是定一个容器名称以及这些端口映射、镜像以及这个命令、数据卷、网络，这些都是一样的。这里的端口它监听了2117，它是做中继用的。同样下面这里它监听一个21119，这个
端口，这个作用同样跟21118的作用是一样的，是用来支持那个网页客户端的。所以说如果你不需要网页客户端的话，我们这2个端口是可以不监听的。接下来我们拷贝一下这个配置模板，然后打开我们的云服务器。首先我们需要新建一个目录，用来存放配置文件和数据。我就放在 USR local 下面，然后进入到这个目录下面。接下来我们通过 task 命令来新建一个 Docker Compose 一个配置文件，这个名字一定要是 Docker-Compose。然后我们编辑一下这个配置文件，把刚才我们拷贝的配置模板粘贴进来。有2个地方我们需要修改一下的。如果你不需要使用网页客户端，你可以把这个21118和21119这2个监听端口给删掉。接下来我们需要修改一下这个执行命令，把这个地址改成我们自己的 IP 或是域名。如果你是使用 IP 直接连接，你就填IP 就可以了。我这里填我自己的域名，这个域名我已经提前解析到这台云服务器上了。然后后面跟的就是这个中继的一个监听端口，跟下面这个监听端口要保持一致。最后我建议大家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把21116和21117这个端口都改一下。一般我都建议大家使用开源软件，最好不要用暴露默认的端口。这里我只是和大家演示，我这里就不修改了。然后我们保存退出。接下来我们在当前配置文件的目录下面执行 Docker Compose 命令。如果你是通过插件来安装 Docker Compose 的话，你这里就是sudo docker 然后-compose 的这个子命令。如果你是单独安装 Docker Compose 的话，你就用单独的 Docker Compose 这个执行文件来执行就可以了。我这里是通过插件来安装，我就通过Docker 的 Compose 命令来运行，然后sudo apt 来启动这个配置文件。sudo -d 参数就是这个容器是以守护进程的方式来运行的，然后回车，它就会拉取这个镜像来运行。运行之后，我们可以通过 Docker PS 命令查看一下容器列表，可以看到已经运行了2个容器。我们再来查看一下当前的目录，可以看到这里会多了一个 Data 目录。我们进入到这个目录下面，再查看一下，这个里面有一个 SQLite 的数据库文件以及证书文件。这个证书文件是用来通信加密用的。这个 SQLite 数据库大家也可以下载下来看一下。里面就只有一张表存放着注册的 ID 信息，然后到目前为止服务端的安装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客户端的使用。客户端的下载，大家打开 Rocksteady 的官网就可以直接下载了。大家根据自己的平台下载对应的安装包就可以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苹果系统的，我已经提前下载好安装包。安装完成之后，我们打开一下。第一次安装需要配置系统权限，我们打开系统编号设置，点击安全性与隐私。然后找到屏幕录制，勾选一下 Loaddesk， 然后我们再找到辅助功能，再次勾选一下 Loaddesk。它这里没有刷新的话，我们退出重新打开一下。然后最后我们安装一下系统服务。这样子我们就已经安装完了。这个界面很简单，跟我们平时用的软件控制软件都是差不多的。这里有个 ID 以及这个密码，
这里是输入我们需要控制这个远程电脑的这个 ID。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配置一下我们自己的中继服务以及这个 ID 服务，它默认是连接它Rustec 提供的这个免费的服务器的。我们点开这个3个点，选中这个 ID 与中继服务器。这里我们需要修改一下 ID 服务器，也就是填我们的域名或者是 IP。如果你修改了它的默认端口，这里后面记得加一下端口。下面的中继服务器和 API 服务器可以不用填，它会自己推断出来。不过如果你修改了它默认端口的话，这里我建议还是填一下。然后下面的 key 就代表是通信加密，如果你是不填的话，就是代表这个通信是不会加密的。等一会我会和大家讲一下如何强制开启这个通信加密。填完之后我们先确定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这里会有个重新连接这个网络，如果你看到这个就绪的话，就代表我们这个服务已经连通了。接下来我配置一下苹果客户端，看能不能远程控制我的苹果电脑。这里同样需要配置这个 ID 服务器。然后输入一下这个远程的 ID， 然后点击连接，可以看出我苹果电脑这里已经弹出了一个是否接受这个连接这个窗口，同样我手机这里也弹出一个密码窗，我可以点击这个接受或者是等待我这个控制端这里输入密码，我这里就直接点接受吧。点完接受，我就可以看到我手机这里已经能正常看到我这个苹果电脑这个界面了，就代表我们这个远程访问是正常的。简单点一下这个看能不能操作，可以看到同样是没有问题的。下面这些菜单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里是选择一些网络质量、图像质量的，包括这些图像的说话呢、静音啊之类一些操作。这里还有一个鼠标的一个使用方式，或是使用这个触摸这种方式，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我这里就不详细和大家演示了。我先退出一下，接下来和大家讲一下如何配置强制使用通信加密。回到我们的服务器终端，编辑一下这个 Docker Compose 配置文件。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命令后面加个-K 参数，然后空格加个下划线。同样在这个中继服务这里也需要加一下-K， 然后空格下划线，然后我们保存退出。接下来我们重新构建一下这个容器，使用 Docker Compose 命令，然后先淡一下，把它卸载掉，然后我们重新运行一下。接下来打开我的苹果手机，重新远程连接一下，看能不能连接。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无法连接了，提示这个密钥不正确。现在我们需要配置一下这个密钥，回到我们的终端，进入到这个 Data 目录里面，查看一下这个公钥，我们把这个密钥拷贝下来，然后回到我的苹果手机，再次点开这个 ID 服务器设置这里，把这个密钥粘贴进来，然后再点确定，然后再重新连接一下。可以看到现在已经能成功连接了。这个密钥是通信加密用的，它只需要设置这个控制端，被控端是可以不需要设置的。
可以看到现在是没问题了。我再断开一下。接下来和大家演示一下 Windows 客户端的使用。首先我先远程连接到我的 Windows 虚拟机。同样安装包我已经提前下载好了，直接安装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到界面都是差不多的。我们同样需要设置这个 ID 服务器和密钥。Windows 还有提供另外一种方法来设置，我就用另外一种方法和大家演示。首先我们找到这个执行程序的位置，我们重命名一下这个执行程序，在后面加一个杠，然后填 host， 然后我们就可以加我们的这个服务器的地址下去。然后接下来我们加一个逗号，然后输入 key 等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密钥粘贴进来，然后就可以了。重命名之后，我们就可以再执行一下这个程序。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里会有一个安装一个窗口，我们再点击一下安装。安装成功，它会打开这个窗口，我们先把它关闭。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就会多了一个程序，我们这个刚才重命名这个就可以删掉了。我们再打开我们的程序，点击这个关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已经设置上这个 key 还有这个 host 了。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去使用。接下来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程序分发出去其他的机器就可以了。用这种方式来安装比较简单一点。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这里 ID 中继服务器这里设置也是可以的。接下来我试一下远程连接到我的这台 Windows 虚拟机。这里我还需要配置一下我这个 key， 否则我是无法连接的。配置成功之后，我们输入一下这个 Windows ID。然后查看一下这里的密码。可以看到我已经能够远程连接上这台 Windows 虚拟机了。可以看到同样是没有问题的。这里远程连接上这里会断开。Windows 客户端的使用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我先关闭一下。它这里其实还提供一个发现的功能，它这里会发现局域网的其他的一些机器，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接下来和大家演示一下 Linux 客户端的使用。我先远程连接到我的乌班图虚拟机。同样安装包我已经提前下载好了，打开终端，通过 dpkg 命令安装一下，指定杠 I 安装。安装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多一个程序出来了。我们打开一下。同样这里我们需要设置一下这个 ID 和密钥。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就会重新连接这个网络，如果显示就绪的话，就代表已经连通了。
接下来我通过这台虚拟机连接到我的苹果电脑，点击这个已发现这里，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列出来我这里可以连接的这些虚拟机，这里是能发现局域网的机器，我们选中我的苹果电脑，可以看到我已经连接上了，就代表我们的设置已经没问题。先关闭一下，最后和大家演示一下安卓客户端的使用。我先连接到我的安卓手机，我已经提前把这个程序已经安装好了。安卓手机是可以共享屏幕出去的。我们同样需要设置一下 ID 服务器和密钥。设置完成之后，我们点开这个共享屏幕，我们需要启动这个服务，把相关的权限都打开。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 ID 和这个密码了。我们用我的苹果电脑和远程连接看一下。可以看到已经弹出这个窗口了，点击接受或是输入这个密码也可以。可以看到我已经能够看到我的这个安卓手机这个界面了，不过是不能操作的。它这里是有授权一个输入控制，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远程操作这个手机的。因为我这个手机版本比较旧，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手机问题，大家也可以自己试一下你的这个安卓手机。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已经全部讲完，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或者加入频道的电报交流群。下期视频我会和大家介绍如何制定 Rocket 的 ID。大家可以看到我的 Windows 虚拟机和乌班图的虚拟机都是自定义的 ID 了。还没有订阅 DV 分享频道的朋友，记得订阅一下，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